时间从不是一条流淌的河流。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一句话：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区分只是一种顽固的幻觉。这句话不是诗意的比喻，而是基于现代物理学最严谨的推导。看完今天的视频，你可能会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那里，没有流逝，没有消亡，过去和未来都像现在一样真实地存在着。我们首先需要了解，我们为什么会觉得时间在流淌。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起，时间就一直陪伴着我们。清晨的阳光，午后的微风，夜晚的星空，我们用时间把这些碎片串联起来，编织成我们的人生故事。我们习惯性地认为，时间就像一条永不停歇的河流，从过去流向未来，带走一切，也创造一切。我们的大脑非常擅长构建时间序列。每当你回忆往事，你的大脑就会像一台时间机器，带你重新回到那个过去的场景。你能闻到那天的花香，能听到那时的笑声，甚至能感受到当时的心情。这种体验如此真实，以至于我们很难相信那些过去的事情其实从未真正过去。同样的，当我们展望未来时，大脑也能构建出各种可能的场景。明天的工作，下周的旅行，退休后的生活。我们的大脑仿佛能穿越到未来，预先体验那些尚未发生的时刻。这种能力让我们相信未来也是真实存在的，只是还没有到来。但这种直觉式的理解，在过去100多年的物理学探索中，被一次又一次地动摇了。爱因斯坦告诉我们，时间是有弹性的，它可以被拉伸，可以被压缩，甚至可以被弯曲。想象一下，你站在地面上，手持一个精密的原子钟，你的朋友以接近光速的速度，乘坐着贷款100年买的宇宙飞船飞过你们头顶。根据爱因斯坦的公式，你朋友携带的那个原子钟走过的每一秒，在你的眼中都会变得更长。换句话说，你朋友的时间变慢了，这就是著名的时间膨胀效应。这不仅仅是理论预测。1971年，科学家用2架载着原子钟的飞机绕地球飞行。当他们返回原地时，飞机上的原子钟与地面上的原子钟相比，确实出现了微小但可测量的差异。这个实验被无数次重复，每次都证实了爱因斯坦的预言。现在，让我们把这个思想实验推向更深的层次。想象你朋友乘坐的飞船不是绕地球飞行，而是飞向一个遥远的恒星。这个恒星距离地球10光年，以接近光速的速度飞行。你朋友可能只需要几年的时间就能到达那里。但是对于留在地球上的你来说，这趟旅程会花费超过10年的时间。当你们再次相遇时，你朋友可能只老了10岁，而你却已经白发苍苍。谁的时间是正确的？谁经历了真实的时间流逝？答案是，没有正确的时间，也没有虚假的时间。你们都经历了真实的时间，只是你们的时间流速不同而已。这个结论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现在这个概念并不是宇宙的客观事实。站在地球上的你认为的现在，和你朋友在飞船上认为的现在，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时刻。如果现在不是绝对的，那么过去和未来又怎么可能有客观的定义呢？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仅仅改变了我们对时间的测量方式，它从根本上动摇了几千年来人类对时间本质的理解。在相对论的世界里，时间不再是一条笔直向前、均匀流淌的河流，它更像是一张可以拉伸、可以弯曲、可以折叠的弹性薄膜。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转向爱因斯坦的另一个理论——广义相对论。在这个理论中，爱因斯坦提出了一个更加惊人的观点：时间和空间不是分开的两个存在，而是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四维的时空结构。想象一张蹦床的表面，当你把一个沉重的保龄球放在蹦床上时，蹦床的表面会凹陷下去。这个凹陷不仅发生在空间维度上，也发生在时间维度上。在大质量天体附近，时间确实会变慢。这不是比喻，而是物理现实。黑洞是宇宙中最极端的例子。在黑洞的表面世界时间完全停止了。对于一个远离黑洞的观察者来说，任何落入黑洞的物质都永远停留在事件世界的边缘，永远不会真正进入黑洞内部。时间在那里被无限拉伸，以至于成为了永恒。这些现象告诉我们，时间远非我们日常经验中那个简单的均匀流逝的背景，它是可塑的、相对的，并且与空间紧密交织在一起。当我们开始认真对待这个事实时，一个更加激进的观点就会浮现出来：如果时间可以像空间一样被弯曲和折叠，那么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区分是否也只是一种人类特有的错觉呢？这把我们带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在物理学中，有一个被称为永恒主义的哲学观点。这个观点认为，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在某种同等意义上存在。这不是一个诗意的隐喻，而是一个严肃的物理学推论。想象一部电影，你坐在电影院里，看着屏幕上的人物在经历各种冒险。对于银幕上的人来说，时间正在真实的流逝，他们恋爱、争吵、成长、老去。但你知道，实际上整部电影从开始到结局都已经完整地录制在胶片上了。无论你看到哪里，整部电影都同时存在，你只是选择了从哪个时刻开始观看。永恒主义者认为，宇宙就像这样一部电影，过去的每一刻，未来可能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已经以某种方式存在于四维时空中。你所谓的现在，只是你意识在时空中穿行时恰好经过的一个位置。就像火车上的乘客看着窗外的风景变换，但实际上风景本身是静止的。这个观点有一个更学术的名字——快宇宙理论。在快宇宙中，宇宙是一个完整的四维时空块，包含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所有事件。这不是一个正在演化或流淌的宇宙，而是一个完全静态的、永恒的整体。你记忆中的一切，童年、青春、第一次心动，每一次告别，都像一座座雕像，真实地矗立在时空之中，从未消失。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感到一阵眩晕，这听起来太违反直觉了。那些过去的事情明明已经结束了，那些未来的事情还没有发生，怎么可能和现在一样真实呢？这种直觉上的反对来自于一个叫现在主义的哲学立场。现在主义者认为，只有现在是真实存在的，
过去已经不复存在，未来还不存在。但现代物理学，特别是相对论，给了现在主义致命的一击。相对论有一个被称为同时性的相对性的概念。简单来说，在某些情况下，两个观察者对于哪些事件是同时发生的，可能无法达成一致。假设在地球上和在一艘接近光速飞行的飞船上有两个观察者，对于地球上的观察者来说，某个遥远星系中超新星爆发的光芒可能与飞船发射一束激光是同时发生的。但对于飞船上的观察者来说，这两个事件的顺序可能完全相反。对他们来说，激光发射发生在那颗超新星爆发之前。如果同时性都是相对的，那么哪个观察者的现在才是正确的呢？答案是没有正确的现在。每个观察者都可以有自己的现在，每个现在都同样有效。这个结论意味着，现在不是一个宇宙的客观事实，而是一个依赖于观察者的主观选择。就像这里和那里是相对于你的位置而言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也可能只是相对于你的时间位置而言的。当你在夜晚抬头仰望星空时，你看到的星光可能是几百年甚至几百万年前发出的。那些光芒穿越了漫长的时空，最终进入了你的眼睛。从某种意义上说，你正在看到过去那些遥远恒星的历史，正以光的形式展现在你面前。但问题来了，对于那些恒星来说，它们的过去从来没有消逝过，它们的光芒一直在宇宙中传播，从未停止，也从未消失。只是对你来说，这些光芒刚好到达了你的眼睛。现在，让我们把这个逻辑再推进一步。如果过去事件留下的信息从未真正消失，它们只是在时空中传播，等待被某个观察者接收到，那么过去消逝了这个说法又有什么意义呢？快宇宙的图景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看待时间。在这个视角中，时间的流逝可能只是一种幻觉，一种由我们意识的记忆功能创造的错觉。真正存在的只是时空中那些固定的事件点，而我们的大脑在这些事件之间穿行，赋予它们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的标签。这种观点可能会让人感到不安。我们习惯了认为时间是真实的、不可逆转的，覆水难收，光阴似箭，时不我待。这些古老的智慧都在强调时间的珍贵和不可重复。但如果时间真的像一块凝固的冰，所有的事件都以某种方式永恒存在，那么这些说法还有意义吗？也许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那为什么我们会体验到时间的流逝？如果我们承认在客观的物理世界里，过去、现在和未来同样存在，那么主观的时间流逝感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这种流动的感觉是真实的还是幻觉？现代物理学给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答案。这种流动感可能只是大脑的一种认知功能，而不是时间的客观属性。让我们从熵开始说起。在热力学中，熵是描述系统无序程度的物理量。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宇宙的总熵总是在增加的。这意味着宇宙从诞生开始，一直在从有序走向无序。
一杯热咖啡会慢慢变凉，但冷咖啡永远不会自动变热。一块冰会融化，但它永远不会自己重新结成冰块。一个生命体从诞生走向死亡，但死去的生命不会自动复活。这些现象都指向同一个事实：时间有一个方向，而这个方向与熵的增加密切相关。为什么杯子会碎成碎片，但碎片不会自己重新组合成完整的杯子？因为碎片的状态比完整的杯子更加无序。从概率上讲，系统更可能从有序走向无序，而不是相反。这种统计上的不对称性赋予了时间一个物理上的箭头。但是这里有一个微妙的问题：描述单个粒子行为的物理定律，无论是牛顿力学还是量子力学，都是时间对称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把时间倒转，这些定律依然成立。一颗行星可以顺着时间绕太阳运动，也可以逆着时间运动，至少在理论上如此。真正的时间不对称性来自我们对系统初始条件的特殊选择。宇宙在诞生之初，也就是大爆炸发生时，处于一个极其特殊的状态，低熵状态。为什么会是这样？这仍然是宇宙学中最大的未解之谜之一。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时间之箭不是写在基本物理定律里的，而是从宇宙的特殊初始条件涌现出来的。就像波浪可以在水面上出现和消失，但水分子本身并不流动。时间的方向也可能只是某种更高层次的显现，而不是时空本身的属性。这就引出了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意识在时间体验中扮演着什么角色？人类的大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信息处理系统，它不断地接收来自感官的信息，构建一个关于外部世界的模型。大脑还具有记忆功能，能够存储这些信息，在需要时重新检索。当你回忆过去时，你的大脑并不是在看到已经消逝的时光，而是在重新激活存储在神经网络中的信息模式。那些记忆可能包含视觉、图像、声音、气味、情感，所有这些都不是过去本身，而是大脑对过去经验的重建。这就产生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意识是在处理存储的信息，并构建关于外部世界的模型，那么现在在意识中是如何被定义的？也许现在不是一个客观的时刻，而是一个心理建构。当你的大脑处理完当前的信息，准备好接受新的信息时，就产生了一个现在的体验，然后这个现在被存储为记忆，成为过去的一部分。如果这个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时间的流逝就不是宇宙的客观特征，而是大脑认知活动的一种产物。时间不是在流动，而是意识在穿行，从一个记忆到另一个记忆，从一个事件到另一个事件。这种观点可能会让我们重新思考自由意志的问题。如果未来已经在时空中存在，那么我们还能选择未来吗？这是一个古老而深刻的哲学问题。在块宇宙的图景中，物理规律可能是完全确定性的，给定宇宙某一时刻的状态，未来的所有状态就已经被决定了。在这种观点下，人类的自由意志可能只是一种幻觉，但是量子力学给这个图景增添了复杂性。量子力学告诉我们，
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宇宙并不是完全确定的。电子可以同时处于多个位置，光子可以同时通过2条缝。这些现象无法用经典的确定性理论来解释。虽然量子不确定性可能不足以让我们完全摆脱决定论的框架，但它至少表明，宇宙的未来可能不像经典物理学认为的那样已经完全注定，也许未来只是部分确定的，存在一些真正开放的可能性。无论如何，即使在块宇宙中，自由意志的问题也可能是一个错误的问题。也许真正的问题不是我能否选择未来，而是我如何理解我与时间的关系。如果时间不是一条河流，那么选择这个行为本身也需要重新定义。也许真正的自由不在于改变已经存在的东西，而在于我们如何理解和回应我们所在的世界。现在，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如果时间真的不是一条河流，那为什么我们的语言和思维中充满了关于时间流动的隐喻？在几乎所有的人类文化中，时间都被描述为一种流动的存在。我们说时光飞逝，光阴如梭，时间像流水一样一去不返。这些表达不是偶然的，它们反映了人类对时间本质的深层认知。为什么会这样？一种解释是，这些隐喻来自于我们对因果关系的感知。当一个事件 A 导致另一个事件 B 发生时，我们倾向于认为 A 在时间上先于 B。这种先后关系被内化为时间的流动感事件，从未来流向现在，再从现在流向过去。另一种解释是，这些隐喻来自于我们对自己身体经验的投射。我们能够移动，能够在这个空间中穿行。这种移动的体验被投射到了时间上。我们穿越时间，就像我们穿越空间一样。但无论这些隐喻的来源是什么，它们都深刻地影响了我们思考时间的方式。我们把时间想象成一个有方向的矢量，从 A 点到 B 点不可逆转。这种想象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变化上，而忽视了存在的另一面。也许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语言来描述时间，不是流动的时间，而是展开的时间；不是消逝的时间，而是存在的时间。在某些亚洲哲学传统中，时间被理解为一种循环的结构，春夏秋冬，生老病死，宇宙在这个循环中不断重复。这种观点与块宇宙有某种共鸣。在循环中，每一个点都既是开始，也是结束，既是过去，也是未来。佛教哲学中有一个关于时间的深刻洞见，他认为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这句话的意思是，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不是独立存在的实体，而是我们心的产物。当我们执着于过去或焦虑于未来时，我们错过了真正的存在，那个超越时间限制的当下时刻。这种哲学观点与现代物理学的研究形成了奇妙的呼应。也许真正的现在不是时间中的一个时刻，而是对时间本身的一种超越。当我们完全沉浸在当下的体验中，听到一首歌，品尝一道菜，感受一阵微风，我们就不再被过去和未来的概念所束缚。这种体验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正念或活在当下。从科学的角度来说，
它可能是一种大脑活动模式的改变。当我们的意识不再在记忆和预期之间来回穿梭时，我们就能够更加充分地体验当下的每一刻。让我们再回到物理学的世界，讨论一个更加具体的现象：为什么光速如此特殊？在爱因斯坦的宇宙中，光速是一个绝对的上限，没有任何携带信息的东西能够超过光速在空间中的传播。这个限制不仅仅是技术上的障碍，而是时空结构的基本特征。为什么宇宙会设置这样一个限制？一种深刻的观点认为，光速定义了现在的结构。由于光信号是我们能够感知世界的最快方式，任何两个以光速或低于光速因果连接的时空区域，都属于同一个因果过去或因果未来。这意味着，在某种意义上，宇宙是由一系列因果气泡组成的。每个观察者都有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光锥。过去的光锥包含所有可能影响到你的事件，未来的光锥包含所有可能被你所影响的事件。这些光锥定义了时间因果结构的骨架，但光速限制还有另一个更加微妙的含义。如果两个事件之间的间隔不足以让任何信号在它们之间传播，那么这两个事件就不能有因果关系。它们是时空分离的，既不在彼此的过去，也不在彼此的未来。这意味着，在宇宙中存在着大量的事件，它们与我们既没有因果联系，也永远不可能有。对于宇宙的某些部分，即使光速飞行，我们也需要无限长的时间才能到达。如果它们在黑洞的世界之外的话，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所能够触及的宇宙范围其实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就像生活在一个巨大肥皂泡表面上的蚂蚁，只能感知到气泡表面的一小部分区域。但这种有限性并不是一种悲剧，恰恰相反，它给了我们存在的意义。每一个能够发生因果联系的事件，都是一种珍贵的连接。每一次与远方亲人的通讯，每一封跨越重洋的信件，每一个被我们阅读和思考的思想，这些都是宇宙中难得的奇迹。在快宇宙的框架中，信息的传播不再被视为时间流动的证据，而被视为空间中不同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也许现在不是一个时间中的时刻，而是一种空间中的连接，一种能够共享信息的状态。接下来，让我们思考一个更加哲学化的问题：如果时间不是河流，那么死亡意味着什么？在我们传统的理解中，死亡是时间的终极胜利。无论我们多么富有，多么强大，多么不愿意，我们都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最终都会被时间所吞噬。死亡被视为时间的终点，使一切可能性化为虚无的绝对边界。但在快宇宙的图景中，这个观点需要重新审视。如果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以同等的方式存在，那么死亡就不再是一切的结束，而只是时空中的另一个事件点。你的出生，你的成长，你的爱恨情仇，你的死亡，所有这些都成为了四维时空中的永恒坐标。你不再是时间河流中飘摇的一片叶子，而是时空织锦上一个永恒的图案。从这个角度来看，死亡是一种状态的变化，但不是存在的终结。你的身体可能会停止运转，你的意识可能会消散，
但你作为时空中的一个事件点，从未真正消失。你的每一个笑容，每一滴眼泪，每一次拥抱，都已经永远地刻在了宇宙的结构中。这可能听起来像是一种自我安慰，但如果宇宙真的是一个包含所有时刻的静态时空块，那么这种安慰就不是虚假的，而恰恰是对现实的准确描述。当然，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意识在块宇宙中处于什么位置？如果意识是大脑活动的产物，而大脑是一个物理系统，那么意识也应该遵循物理定律。在这种情况下，意识可能在某个时刻开始，在另一个时刻结束，就像一台计算机关闭后，操作系统和所有程序都停止运行一样。但这并不意味着意识消失后什么也没有。意识停止后，宇宙依然存在，只是没有某个人在体验它了。从这个角度来看，死亡不是虚无，而是无体验，一种没有观察者的状态，但仍然是一个完整的时空结构的一部分。也许这种观点能够帮助我们以更加平和的心态面对死亡，不是恐惧，不是虚无，而是一种对存在完整性的接纳。每一个生命都是宇宙故事中的一个篇章，而宇宙的故事本身是永恒的。现在，让我们把话题转向一个更加日常但深刻的问题：如何用块宇宙的视角来理解我们的人生？在传统的时间观中，我们常常被错过和后悔的情感所困扰。我们后悔年轻时没有更加努力，后悔某次重要的机会没有抓住，后悔对某个人说了伤人的话。我们觉得时间是有限的，不可逆的，那些错误和遗憾永远无法弥补。但如果我们接受了块宇宙的图景，这些情感就需要重新审视。在你人生的那个特定时刻，你做出了那个特定的选择。也许在今天看来，那个选择是错误的，但那个错误的选择恰恰构成了今天的你。没有那个选择，也许就不会有今天这个正在听我说话的你。从这个角度来看，所有的错误和遗憾都已经是永恒时空中的永恒事件，它们不会消失，但它们也从来不是问题，它们只是你人生故事中不可或缺的章节。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放弃改进和成长，即使在未来已经存在的某种意义上，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学习和选择来走向那些更好的未来。也许真正的智慧不是试图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而是理解这些事件在更大的图景中的意义。这把我们带到了一个问题：如果未来已经存在，我们为什么还要努力？在块宇宙中，这个问题有一个巧妙的答案：努力本身就是你正在经历的事件。你努力不是因为你可以改变未来，而是因为你正在努力这个事实已经是你所在的那个时空切片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努力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是存在的方式。你的努力，无论结果如何，都已经成为了永恒时空中的一个永恒印记。这种观点可能会让我们对成功和失败有更加平和的理解。成功不是努力的目的地，而是努力的自然结果之一。失败不是一切的终结，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存在。也许真正重要的不是我们到达了哪里，而是我们经历了什么。
在块宇宙中，所有的经历都已经以同等的方式存在。你的快乐，你的悲伤，你的奋斗，你的疲惫，所有这些都是永恒的，都值得被珍视。让我们再来探讨一下关于当下的哲学含义。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中，当下往往被视为时间河流中一个转瞬即逝的点。它就像站在传送带上的人，看到的地板不断地从脚下溜走，前面还有无限的空间。但如果我们采用一种更加深刻的理解，当下可能根本不是一个点，而是一种状态。想象你在看一部精彩的电影，你完全沉浸其中，忘记了时间的存在。在那个时刻，你不是在回忆过去或期待未来，而是完全与眼前的画面融为一体。这种体验有时被称为心流或高峰体验。在这种状态下，时间似乎消失了，不是时间真的停止了，而是你的意识不再关注时间的变化。你完全活在当下，体验着每一个时刻本身，而不是把这些时刻作为通往未来的手段。也许这种当下才是真正的时间体验，一种超越了过去和未来二元对立的意识状态。从大脑科学的角度来看，这种体验可能与大脑的某些特定活动模式有关。当我们的大脑不再频繁地在记忆区和预期区之间切换时，我们就会体验到更加深刻的现在感。这种状态不仅让人感到平和，还可能对身心健康有益。现代社会的快节奏生活，让我们很少有机会体验这种永恒的当下。我们总是在计划下一步、下一天、下一年，我们的注意力被不断地拉向未来或拖回过去，很少有机会真正停下来感受当下时刻的丰富。也许快宇宙的图景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这种转变。当你意识到过去和未来都以同等的方式存在时，现在就不再是通往未来的手段，而是一个值得充分体验的永恒时刻。现在，让我们回到物理学，讨论一个也许会让你感到惊讶的事实。在量子力学的某些解释中，观察在时间结构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在量子力学中有一个著名的悖论，薛定谔的猫。一只猫被关在一个密闭的盒子里，盒子中还有一个放射性原子、一个毒药瓶和一把锤子。如果原子衰变，就会触发锤子，打破毒药瓶，猫就会被毒死。如果原子没有衰变，猫就活着。根据量子力学的标准解释，在我们打开盒子观察之前，放射性原子处于一种叠加态，既衰变了又没有衰变。这种状态会导致锤子既打破了又没有打破毒药瓶，猫既死了又活着。只有在我们打开盒子进行观察的那一刻，量子叠加态才会坍缩，猫才会变成确定的活着或死了的状态。这个思想实验让很多人困惑，观察真的能够影响现实吗？观察是什么意思？是需要有意识的观察者吗？如果没有观察者，猫的状态是否永远不确定？在这些问题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关于时间结构的问题。在量子力学的标准哥本哈根解释中，量子态的坍缩是一个瞬时的非因果的过程。一个测量事件会导致系统状态在瞬间改变，而这种改变不遵循任何动态方程，
这与现代物理学的其他理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相对论中，没有任何信号可以瞬时传播，一切都受制于光速限制。但量子力学中的波函数坍缩似乎违反了这个原则。一些物理学家认为，这个矛盾表明量子力学需要被修改或扩展。也许波函数坍缩实际上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由某种尚不了解的物理机制所驱动。另一些物理学家则认为，问题可能出在我们对时间的理解上。也许观察导致的波函数坍缩实际上是一种更加复杂的时间结构的表现。无论如何，量子力学与时间的关系仍然是现代物理学中最深奥、最激动人心的前沿问题之一。在我们即将结束这个关于时间本质的探讨之前，让我们再来看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我们能够看到未来吗？在我们传统的理解中，预知未来是一种超自然的能力，预示着命运的存在。但在快宇宙的框架中，这个问题有了全新的含义。如果未来已经以某种方式存在，那么预知未来就不需要任何超自然的力量，它只需要一种能够看到跨宇宙更高维度的能力。当然，我们人类没有这种能力。我们的大脑被设计用来处理三维空间和一维时间的信息，而不是直接感知四维时空的结构。但也许某些高度发展的智能，无论是人工智能还是我们尚未理解的某种存在，可能够以某种方式看到时间中的更多维度。但即使我们无法看到未来，快宇宙的图景仍然给了我们一个有趣的洞见。未来不是空白的等待被填满的空间，而是一种已经以某种方式存在的可能性。这并不意味着未来是固定的，但它确实意味着未来不是纯粹的虚无。也许理解这一点最好的方式是把它类比为空间中的远方。你无法看到远方的具体细节，但你知道远方是存在的，只是还没有被你的视线触及。未来也是如此。你可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但明天并不是不存在的，它只是还没有到达你所在的时空位置。现在，让我们总结一下我们探讨过的内容。我们从一个看似简单的直觉开始，时间像一条河流，从过去流向未来。但当我们深入探索物理学和哲学的交叉领域时，我们发现这个直觉可能是完全错误的。相对论告诉我们，时间是可塑的、相对的。不同的观察者可能对时间的流逝有不同的体验。快宇宙理论认为，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以同等的方式存在。时间可能不是一条流动的河流，而是一块永恒的冰。熵增定律和热力学第二定律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有时间方向的经验，但这些定律本身并不包含时间箭头。这个箭头可能来自于宇宙的特殊初始条件。意识可能是我们体验时间流逝感的关键，但意识本身可能也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现象，而不是时间的基本属性。最后，我们探讨了这些观点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如果时间不是河流，那么错过和后悔的情感就需要重新审视。如果未来已经存在，那么我们的努力就有了新的意义，不是为了改变未来，而是为了参与那个永恒的存在过程。现在，
让我们带着这些思考，回到文章开头的那个问题：时间从不是一条流淌的河流。这句话现在是否有了不同的含义？也许，时间更像是一幅展开的画卷，每一个人，每一个事件，都是这幅画卷上一个永恒的笔触。你的人生不是一连串转瞬即逝的瞬间，而是一幅已经完成的永恒的艺术品。你正在经历的不是别的，正是这幅艺术品本身。从这个角度来看，没有来不及，没有太晚了，没有错过。你所在的那个时刻就是永恒的一部分。你所经历的一切，无论你觉得它是好是坏，都已经成为了永恒的印记。这不是虚无主义。虚无主义认为一切都没有意义，但块宇宙的图景恰恰相反，一切都充满了意义，因为一切都永恒地存在着。你的每一次心跳，每一次呼吸，每一次爱与被爱，都已经永远地刻在了宇宙的结构中。也许，这就是时间真相的真正治愈力量。当我们理解了时间不是一条夺走一切的河流，我们就从对失去的恐惧中解脱了。那些我们以为失去的东西，其实从未消失，它们只是从现在变成了过去，但过去和现在一样真实，一样永恒。不要去想过去发生了什么，也不要去想等会儿要做什么，只是单纯地感受此刻的呼吸，感受此刻的空气，感受此刻的存在。在这个时刻，过去在哪里，未来又在哪里？也许你会发现，当你完全沉浸在当下时，时间似乎停止了流动。不是时间真的停止了，而是你的意识不再在过去和未来之间来回穿梭。那个永恒的当下，可能就是块宇宙给我们的真正礼物。因为在那个当下，过去和未来都失去了它们的紧迫性。你不再为过去的错误而悔恨，也不再为未来的不确定而焦虑。你只是存在着，作为一个永恒时刻的一部分。这也许就是爱因斯坦真正想说的话：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区分，只是一种顽固的幻觉。但这种幻觉不一定是坏的，它只是提醒我们，在更深的层次上，所有时刻都是相连的，都是同一个永恒存在的不同面向。当你下次感到时间紧迫，害怕错过，担心来不及的时候，请记住这篇文章的内容：时间不是一条河流，它是一块永恒的冰，一幅永恒的画卷，一个永恒的存在。你从来就没有错过什么，你只是还没有走到那个你已经存在的时刻而已。晚安。